许这次华为带来的 Mate 50并不完美，但 Mate 系列存在的意义，或许就是它还存在这件事本身。突然，实在是太突然了！就在前几天，一觉醒来 ，Mate 60 Pro 开售了。知道的会说是 Mate 60 Pro 先锋版，不知道的还以为昏迷了几周呢。反正经过5分钟的思想斗争，我买到了2台。不得不说啊，这次华为真的是卯足了劲儿去做这台手机，而且真的很少能见到一台手机我都拿到手里了，还是觉得完全看不穿。在大家都认为折叠屏才是手机界最精尖的产品的时候，华为突然起立，我正好有个麒麟9000改，要不要看看？朴素的包装盒，轻描淡写的写着昆仑玻璃 X-Mage Powered by Harmony OS。产品类型不是5G 数字移动电话机，而是卫星移动终端。看，什么叫举重若轻啊？就这里面随便单拉一个出来，哪个不是重量级？照常先看一下外观吧。我这2台一银一绿，上下用了个小拼色。黑色和紫色比较普通，是素皮加金属。绿色的版本甚至还有一些细的纹路，非常有质感。反正摸起来有点像是磨砂的玻璃。除了接缝这里的衔接，感觉还有点优化空间，手感还是很到位的。那为啥要这么设计呢？据说啊，可能是这次考虑到散热的因素，把整个机身大部分都做成了金属，真的有点梦回 iPhone 6 Plus 的感觉。但这里面的散热把拔出来都差不多有 iPhone 那么大了，这是为了啥做准备？都懂吧？上面这里其实是贴片，一方面是美观，另一方面是照顾一下无线充电。好不好看嘛？那就见仁见智吧。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加上这一次正面变成了微曲面，差不多就是 2.5D 加，甚至还是4面等宽，整块屏幕没有一点曲面带来的偏色，就是这个灵动3导，人家3D 人脸识别呢，能一样吗？因为这一次的曲面特别的小，所以机子的手感会宽一些。对比一下现在的旗舰，比14 Pro 大一圈，比其他安卓旗舰也都得宽一点。别说女生了，工作室的小伙伴没几个手能很轻松的够着左边的。各位尊贵的机主提前预习一下，这样是激活单手模式哈。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最关注的几个东西。首先，是不是5G？是不是5G这个咱也不知道，反正4G 的时候会显示4G，有时候啥也不显示，速度反而会飙到几百 Mbps。可能是4G 改。这他妈是8岁，没人信，我都不信。然后处理器麒麟9000S。估计现在都已经有同行拆解完了，现在原神的贴图加载都有点问题，有点不要脸。不过反而越是有这种 bug， 我越兴奋。这不就意味着不是公版 GPU 架构，发布会的时候可以看好戏了。但是在短短的2-3天使用里面，我自己体感的续航似乎不是很理想，充电速度倒是还不错，实测从5%开始充电，最高功率能去到80瓦，维持一段时间，充到90%需要30分钟左右。屏幕的分辨率是2720×1260，算是 1.5K 吧。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1.5K 的。冷知识 ，iPhone 的视网膜屏按安卓的标准，也就是 1.5K 的水平。钻石排列，手动最大亮度600尼特，肉眼的观感没有什么大毛病。对，除了看某些视频的时候会有点难崩。最大的问题反而是外放，声音有点小，震动有点大，一播放就能感觉到整个机子和屏幕都在震动。而且拍照先叠个甲哈，应该是先锋版的原因，有些没有优化好，色彩问题不小，甚至还没有同样是 RYYD 的 P60 的色彩好。除去颜色这个因素，超广角视角不错，3.5倍的长焦延续 P60 Pro 系列的优良传统，有很强的微距，到时候我就拿它来拍 iPhone 的华为口。但目前来看，总体拍照的水平还是不如 P60 Art， 这得期待后续的优化了。视频支持 4K 60没有问题，不过防抖、色彩和 P60 Art 都有不小的区别。看来换成麒麟的 ISP 之后，还是影响不小。最头疼的是取景器卡顿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虽然最后成片的效果是 OK 的，但是取景器直接关系到拍摄的意愿，还是得做得更好一些。进到系统里面，3年前的我肯定没有想到，有一天华为的系统竟然会是强项。估计大家应该早就知道了，随着麒麟芯片的回归，什么隔空手势、注视亮屏这些功能都回来了，就差一个跟随头部旋转。但是最吸引我注意的是这一次系统的完整程度。一上手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息屏显示和安卓手机不一样啊，这次的息屏显示终于能全屏显示了。息屏显示的背景就是你的壁纸，而且官方默认的壁纸选的特别好，亮起来的动画也很丝滑。怎么说呢，就是优雅。下拉通知中心的时候，时钟会完全连贯的咚下来。
双指敲击开始录屏，点一下录制的标志，这动效太对了。那可能有些小伙伴又想说了，这些有什么特别的吗？花里胡哨，确实，这些细枝末节、花里胡哨的东西，对华为来说一直都是放在最后的。先做功能，先研究技术，稳定性做好，最后才是这些。所以打开设置，你会看到一堆真正的独占科技，硕大的卫星网络。卫星发短信那已经是旧时代的技术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功能别指望能替代卫星电话，专业的设备真的有它存在的道理。但是紧急时刻多一个手段就是多一线生机。点开2级菜单，刚发布的新闪也时装了。虽然现在还没有相关的产品，但是据说这个技术能实现低于1毫秒的延迟，还能实现分米级的定位。下拉通知中心早已看腻的超级终端，带着他的各种好哥们儿待在这里。可2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对手。打住，沸腾是沸腾了，那也是时候问出那个关键的问题了，值不值得买？一个普通的问题到华为这里总是那么纠结。确实，如果完全作为一台普通手机来看，它的性能参数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如果你是一个重度的游戏玩家，或者是比较在意拍照的体验，那这台手机并不适合。虽然这么说不太严谨，Mate 60 Pro 本该是一台出现在2年前的次时代旗舰，但受到几乎无法想象的阻力之后，华为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绕回了2021年的9月。但是话又说回来，又有多少人因为华为一直没有出新，还在用 Mate 40、Mate 30、P40，甚至是更老的系列？对于他们来说 ，Mate 60 Pro 确实是一个足够优秀的答案。你呢？你会考虑换蒸汽机吗？其实说来也巧我开始做自媒体以来，正好经历了华为的巅峰、被打击、再爬起来的过程。从 P40 Pro 的时候，我就觉得它的未来无限光明；到 MatePad Pro 带着鸿蒙出现，我觉得它带来的是除了苹果生态的另外一种可能。未来平板的生态应该只有可能属于这种提前进行了庞大布局和执行力可怕的公司了。到 P50 Pro， 就连于总都只能说更大的屏幕，电池容量也更大，非常快，非常漂亮。再到 Mate 50 Pro 的时候，甚至感觉能看着 Mate 这个名字就已经像是一种奢望。但 Mate 系列存在的意义，或许就是它还存在这件事本身。那到了现在，看着这个网速，我们是不是终于能说出那句花 5G 的钱？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